在明朝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，话说朱元璋有一天出去私访，到一破寺，里边没有一个人，墙上画一布袋和尚，有诗一首：大千世界好茫茫，收拾都将一袋藏。毕竟有收还有放，放宽蝎子有何妨？墨迹还新鲜，是刚写上去的。朱元璋赶紧派人搜索，人已经不见了。这故事不一定是真实的，代表的当事人的情绪却是真实的。朱元璋开国后，为了大明能皇基永固，千秋万代，苦思冥想了许多办法，干了许多事情，其中没有干一件人事。要说明初的残酷统治，可能只有后世的清朝可以媲美一下。若论明朝的酷刑，秦赐废以阉割还算是平常的，最惨的是凌迟。凡是凌迟处死的罪人，照例要杀3357刀，每10刀一些吆喝，慢慢的折磨，硬要被杀的人受长时间的痛苦。其次有刷洗，把犯人光身子放在铁床上，浇开水，用铁刷刷去皮肉。其他还有削令、抽肠、剥皮等等酷刑，挑膝盖、吸舌有种种名目，太惨了，就不一一解释了。据说在上朝时，老皇帝的脾气好坏很容易看出来。要是这一天他的玉带高高的贴在胸前，大概脾气好，杀人不会多；要是沁玉带到肚皮底下，便是暴风雨来了。满朝官员都吓得脸无人色，个个发抖，准有大批人因这结束。这些官员照规矩每天的上朝，天不亮起身梳洗穿戴，在出门以前和老婆孩子诀别，吩咐后事。要是居然活着回家，便大小互相庆贺，算是又多活一天了。据朱元璋自己的著作，被他记录在案的凌迟消逝重诛有几千案，弃市杀头以下有1万多案。其中最大的案件自然是明初4案：胡惟庸案、蓝玉案、空印案和郭桓案。前2案株连被杀的有4万人，后2案合计有7、8万人。所杀的人，从开国元勋到列儒弼将，从部院大臣、诸司官吏到州县胥役、进士监生、经生儒士、富人地主、僧道屠沽，甚至亲侄子、亲外甥，无人不杀，无人不可杀，一个个一家家的杀，有罪的杀，无罪的也杀。早在洪武7年，便有人向他控诉，说是杀了太多了。史料记载是才能之士，数年来幸存者百无一二。到洪武9年，仅仅1年时间里，被折戍到凤阳屯田的官吏及其家属就有1万多人。政权的维持建立在流血屠杀、酷刑暴行的基础上。这个时代，这种政治确确实实是名副其实的恐怖政治。胡惟庸案发生于洪武13年，蓝玉案发生于洪武26年，前后相隔14年。主犯虽然有2个，但其实是一个案子。胡惟庸是初起兵占领河州时的帅府旧僚，和李善长同乡，又结了亲。因李善长的举荐逐渐发达，洪武6年拜右丞相。丞相统帅百官，只对皇帝负责。这制度如果遇上一个平庸的、唯唯诺诺的丞相，或者一个贪玩不理国事的皇帝，也许不会引起严重的冲突。或者君臣2人，一个性情谦和容忍，一个刚决果断，柔刚护己，倒也不是坏事。但是胡惟庸干练有为，有魄力，有野心，有资历，大权在手，微服随心，加上门下故旧僚友也隐隐结成一个以胡惟庸为核心的庞大力量。拿惯了权的人，怎么也不肯放下。而朱元璋是赤手空拳打出的天下，苦战了几10年，拼上命得到了权力，平白被人分去了一大半，又怎么能甘心呢？皇帝与宰相，理论上丞相辅佐皇帝治理天下，不应该有冲突。事实上，假如一切事务都由丞相决策，皇帝没事做，只签名盖章就行。反之，如皇帝亲自下场，大小事情一概过问，那么宰相除了奉旨办事外，又有什么可做的？这2个人性格相同，都刚愎固执，都喜欢独裁，谁也不肯妥协相让。许多年的争执摩擦下来，最后冲突一触即发。朱元璋兵权在手，失败的当然是文官。在胡惟庸以前，第1任丞相李善长小心怕事，徐达经常统兵在外，和朱元璋的冲突还不太严重。刘基刘伯温则是知道朱元璋的性格，一定合作不了，一开始就坚决不干这个丞相。第2个丞相是汪广洋，结局也是被赐死。下一个继任者是杨宪，也是被杀的。胡惟庸是任期最长、冲突最厉害的一个。诛杀胡惟庸后，朱元璋索性取消中书省，朝廷一切大小事务由皇帝独揽。胡惟庸被杀，
在政治制度史上的意义是治权的变质，也就是皇家和士大夫从共治天下转变为皇帝独裁，士大夫变成家奴的阶段。胡惟庸之死只是这场大屠杀的一个引子，以后朱元璋要杀不顺眼的文武臣僚，便拿胡案做借口，由甲牵连到乙，从乙攀咬到丙，像瓜蔓一样四处伸出去，一网打尽，名为株连。被杀的都以家族做单位，杀一人也就是杀一家。李善长和蓝玉想必都对这个操作很熟悉了。李善长死时已经77岁了，作为开国首相，替主子办了39年事，儿子做驸马成了皇亲国戚，本身也被册封国公，父级贵籍，到末了却落得全家诛戮。1年后，有人替他上书喊冤，说的句句有理，朱元璋对此无法反驳。然而朱元璋杀人，又何须管你是不是被冤枉的呢？2案以外，开国功臣被杀的有朱元璋儿时放牛的伙伴周德新，功劳最高的傅有德、冯胜，甚至替他坚守南昌75日，力拒陈友谅，取得鄱阳湖大捷，奠定王业的功臣。老朱的亲侄子朱文正也被朱元璋亲手鞭打而死。朱元璋的外甥李文忠10几岁便在军中南征北伐，立下大功，也因为左右多儒生，礼贤下士，有政治野心被毒死。武臣之外，文官被杀的也着实不少。除了一些说话不小心犯了朱元璋忌讳的，一部分确实是该杀的贪官。大明著名的贪污案郭淮案发后，朱元璋杀了上万人，从中央官员杀到地方的富户，人头滚滚。在朱元璋看来，这几万人死得绝不委屈。话虽如此说，到底觉得有些不妥，只好借审刑官的头来平众怒，把原审官杀了一批。然而老朱杀了20年的贪官污吏，而贪官还是那么多，沿海比较富饶区域的地方官，20年来甚至没有一个能够做满任期，都在中途犯了贪污罪名被处置了。由此可见，专制独裁的统治，官僚政治和贪污根本分不开，单用严刑重罚、恐怖屠杀去根绝贪污，是不可能有什么效果的。在鞭笞、苦工、剥皮、抽筋，以致抄家灭族的威胁空气中，凡是做官的，不论大官小官、近臣远官，随时随地都会有不测之祸，人人在提心吊胆、战战兢兢过日子。这日子过得太紧张了，太可怕了。有的人实在受不了，只好辞官，回家当老百姓。不料又犯了皇帝的忌讳，说他们不肯帮朝廷做事，是大不敬，非杀不可。没有做过官的儒士躲在乡间不敢出来，老朱又下令地方官用种种方法逼他们出来，还立下一条法令，说士大夫不肯出来当官的，一律抄家灭族。洪武朝臣幸免于屠杀的只有几个例子，一个是大将信国公汤和，原是朱元璋同村子人，一块长大的看牛伙伴，比朱元璋大3岁，摸透了老朱的脾气，甘愿放下兵权回家养老。一个是外戚郭德成，郭宁飞的哥哥。一天，他陪朱元璋在后院喝酒，醉了，他丢掉发冠，趴在地上磕头谢恩，露出稀稀的几根头发。元璋笑着说：“醉风汉，头发秃到这样，可不是酒喝多了。”他仰头说：“这几根还嫌多呢，剃光了才痛快。”朱元璋不作声。郭德成酒醒后才知道闯了大祸。朱元璋曾经当过和尚，最忌讳剃头一类的字眼，他怕得要死，只好索性装疯，因此躲过了后来的胡兰档案。洪武28年，朱元璋正式颁布皇民祖训，这一年他已经是68岁的老翁了。在这一年之前，桀骜不驯的员工宿将杀光了，主意多端的文臣杀绝了，不顺眼的地主巨士杀得差不多了，连光会掉书袋子搬弄文字的文人也大杀特杀，杀得无人敢说话。杀了一辈子两手都涂满了鲜血的朱元璋，以为从此可以高枕无忧，子子孙孙千秋万代了。这年5月，他特别下一道手令说：“朕之前严刑峻法，是特殊时期行特殊手段，不是守城之君该用的办法。从今以后，我大明要废除酷刑，若有人还敢用这些刑法，群臣百官要立刻弹劾他。”有这样的转变，不能说是朱元璋到了晚年良心发现了。老朱一直是实用主义至上的性格，杀人是为了维护统治，不杀也是为了维护统治。政治的本质在于权力关系所产生的利益分配，无论是知识分子、开国功臣还是义子，在朱元璋眼中都是不利于朱家王朝统治的因素。因此他将兔死狗烹的帝王之术发挥到极致，无一不体现了他的自立取向和功利性的人格。